身处纷乱之事，心存健康之道。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1+1防疫身心灵，我是啾啾。你现在看手机需要把手拿远一点才看得清楚吗？如果有，先别滑走，因为这可能不是疲劳而已，而是我们的眼睛已经进入老化的状态。很多人会说，我才30几岁，40出头应该还好吧？但其实现在有一种情况叫做老花，最早35岁就可能会出现，而且可怕的就是它几乎没有明显的警讯，等你发现的时候，通常已经开始影响你的读书啊、阅读啊，或者工作，甚至生活品质。很多人拼命补充叶黄素啊、蓝莓等等的保健品，但是现在保护眼睛，有些情况反而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一些负担，影响我们的女性生理期。那到底要怎么做才是对的？今天这一集非常重要，因为专家将要教大家护眼操，同时呢，节目后半阶段，专家还会回复大家的提问。那对今天的话题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直播。还没订阅频道的朋友，赶快先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好的，今天的直播欢迎观众朋友加入，您可以在留言区留言跟我们互动。首先介绍今天的嘉宾是宜生中医诊所院长，他同时也是教授级的吴宏前中医师。吴教授你好。大家好。欢迎吴教授。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话题真的是现代人都很重要，包括我自己，因为我们都是用眼过度，就是每天一张开眼睛就开始使用眼睛，到睡觉之前，可能有些时候还在工作，还在滑手机，所以现代人都有这样的问题也造成我们的眼睛提早老化，像40几岁就有可能有老花眼。那有没有什么迹象是在提醒我们眼睛已经在进入老化的状态呢？其实很简单其实你要是拿一个东西给他看，那这个人呢，如果说他要把它拿远一点点才能看清楚的话，其实你会发现他其实已经慢慢接近老花的阶段了。所以我们看一个人在看书本或是看这个字卡，如果说他突然要把它拿远一点点，然后才能看清楚的话，其实这个人已经慢慢进入老花的一个阶段了。是，不过吴教授，我也听说有些人就可能会不是在40岁40到45，他可能更早30几岁就有可能开始出现，在您临床上也有遇到这样的吗？有很多，其实我们在医学中心的统计，原来本来台湾这个老化的年龄大约是在40到45，可是后来发现现在已经越来越早，现在已经提前到35到40岁了。所以这个很多因为老花来门诊就医的这个病人，其实量还蛮多的。哇所以30几岁就老花，真的是让人就是很惊讶，因为其实现在人真的可能，我看到有很多小朋友很小，他们就开始使用手机，我觉得这些蓝光可能对我们的眼睛也会有影响。所以吴教授，您观察就是哪些生活的习惯也会让我们的眼睛加速老化呢？第一个就是灯光太强，比如说我们在看这个看手机看电视或者看这个，其实我们在看手机或者在看荧幕平板的时候，你可以把它调成这个蓝光的一个模式，就是把这个蓝光给阻隔掉。那另外一个灯光太强，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固定的距离呢，看太久，然后太过疲劳，然后没有得到休息，然后眼球呢没有运动，所以这个时候呢，固定的一个距离，那我们慢慢的这个肌肉呢会失去的力量，然后慢的就会变成没有办法调节这个距离。那第三个呢，就是过度的劳累，比如说一天呢看了8个小时，结果呢都没有让眼睛得到休息，这个情形呢比较可以看到我们这些眼睛退化的一些症状出现。是，我想其实以持续用眼过度，或者是像我们经常使用3C 手机这些蓝光对我们的眼睛都有影响。但很多人会觉得说眼睛不好，我们就来吃点叶黄素或者是虾红素，这样子可能还不错，或者是说蓝莓保健品也蛮好的，也很受欢迎。那但是有一些女性她在经期期间来服用，会出现一些经血量暴增，我看到好几篇报道都是这样，还有包括经期会延长的情况。那像这一类的营养补充品的部分呢，教授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一般就是说我听到有一些医师，甚至是西医眼科医师呢，他们是说这些萃取的这些
叶黄素呢，它不一定会有效，因为其实我们在吃一个东西呢，除了要有叶黄素、胡萝卜素、玉米黄素，还有很多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所以吃回原形的食物是最重要的。比如说在欧美呢，比较常见的是他们吃这些蓝莓的食品，那在我们华人的世界呢，吃枸杞是最常见的。那蓝莓呢，你说要吃到出血量很大，那一定是吃非常非常的大量。其实你吃少量的蓝莓还不至于会大量的出血。那如果你对这个蓝莓有疑虑的话，其实我个人认为是应该还好啦。那你对蓝莓有疑虑的话，其实我建议你就换回来吃这个华人界常常吃的这个枸杞。像我自己吃枸杞，等于是从国中小学就开始吃的，那时候几乎是每天吃，因为那时候也没什么这个零食的选择。那刚好姑妈家里是中药房，所以妈妈就买了枸杞，然后让我放在书桌的那个抽屉那边。结果我每天就吃一点，吃一点，那到现在眼睛还保持得非常好。所以我认为呢，枸杞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眼睛的东西。那现在呢，因为年纪比较大，所以枸杞是偶尔吃，它没有办法每天吃。那可以每天吃的，反而是另外一种，就是鸡蛋。所以我现在倒建议就是说，如果你眼睛不好的话，你每天一定固定要吃几颗鸡蛋。那像我自己早上一定是吃2颗到3颗啦。那鸡蛋是护眼里面最好最好的一个东西，它是完全的营养，然后里面的玉米黄素啦、胡萝卜素啦、维生素 A 啦、D 啦都非常非常的健全， B 也非常健全。所以大家就是我比较建议大家吃的就是枸杞跟鸡蛋这2个东西。是，其实吴教授之前有谈过鸡蛋啊、蛋疗，鸡蛋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很好的帮助。如果想要了解蛋疗的部分，除了可以去看我们的过去的直播，那也可以购买就是吴教授的书啊，他的著作真的是鸡蛋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的健康有很多的帮助。那刚才提到枸杞，其实吴教授，你不要看吴教授绝对是超过35岁好了，我们这样讲。吴教授超过35岁，但是他现在没有近视，也没有老花，所以这个鸡蛋跟枸杞的养生法，大家要学习一下。吴教授，我可以请教一下您，因为你每天都看诊啊，那同时也看电脑，也读一些医学文献，用眼量应该是很大，但是呢，真的是很令人羡慕，你没有老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真的是具体你怎么样保养你的眼睛，有没有一些私人的护眼清单？我先讲一下我家的这个门帘，这个叫做生理年龄28，然后左边呢是智慧年龄88，横批呢是中老年人没近视没老花。好，所以这是我们家的一个好羡慕对联。那其实就是说我们在看电脑或手机，其实是现代人必备的啦，所以一定要注意，就是说我们个人建议就是说，你在看手机呢，10分钟一定要休息大概5分钟，10分钟休息5分钟。那在休息5分钟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些眼球的运动啊，或是一些眼球的一些保养。那如果是看电脑的话，因为电脑它的蓝光没有那么的强，所以我们会建议，如果说你看电脑的话，30分钟也要选择休息个5到10分钟。那这5到10分钟呢，你可以做一些保养眼睛的一些动作。那我个人呢，其实每天都在做这些动作，所以其实有保养一定有差。很多人会说这个眼睛好，它是遗传，可是我有3个哥哥呢，其实都已经近视，而且加老花了。那我个人目前是都还没有啦，所以我认为这个保养动作大家一定都要学起来。那今天借着啾啾这个节目呢，我们做一个整套，教大家怎么样保养这个眼睛。那其实它有5个步骤，因为我喜欢用我的姓氏吴医师的这个5个步骤，所以大家记得这个5个步骤刚好可以很好的保护眼睛。那我现在其实有空就会做，那最好做的一个时间就是在午睡前面，你做完眼球运动，或是你在晚上睡觉前，这2个时间其实是最好的。你选个大概10分钟做一下，它其实就会很好的保护我们的眼睛。那我们说这几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就是热敷。
热敷，我们热敷我热们的眼敷啊，眶，对，热敷。哦，那如果说你有热毛巾或是外面的热敷嗯贴都可以，你就热敷，记得要热敷眼眶，好，或是我们的手这样子搓嗯，搓热，然后热敷在眼眶哦，记得一定要热敷眼眶。那外是，面有很多很多的错误的误区，就是说它外面的眼罩呢，整个都会发热，结果把它盖起来的时候，热敷到对呀，眼球。对，所以是，很多的病人呢，他跟我说，他热敷了以后呢，怎么眼睛越来越模糊？那千万不要，因为我们的哦眼球里面哦，有很多的酵素，还有我们的有一些组是织，它是属于蛋是，白质类的东西。那如果嗯，说那个眼罩太热的话，比如说超过45度，那我们的眼球里面的一些小组织或是一些酵素，其实就好像鸡蛋被热煮熟了一样，所以眼球反而会哇，受伤。所以这个一定要嗯，一再不断的，我要在各大节目都提醒观众太朋友，谢谢都说吴教授了，对，嗯，千万在热敷的时候不要热敷眼球，而是要热敷眼眶的周围，因为眼眶的周围有好几十个穴位哈，这个眼眶的周嗯，围。那你如果用那个毛巾的话，他说吴医师，那我用这个毛巾怎么热敷？你把它卷成筒状，然后就直接盖嗯，在这样子哦。我们用嗯，2个热毛巾，然后卷是，成筒状这样盖着，啊，或是我们用手搓热。如果没有热毛巾，那你记得搓一搓以后，热敷下眼眶，热敷上眼眶，热敷侧面的眼眶这样子。所以第一个就是热敷。那热敷呢，嗯，它前置的动作，因为我们热敷完以后呢，让血液供应到这个地方，那为了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做一些动作。然后第二个动作是很简单的，比如说我们打完电脑或是看完手机以后，你做一个很用力闭眼的动作，这样用力眨眼睛，然后数1、2、3，数到10，要用力闭哦。你不要怕有皱纹，没关系，我们等一下还会教你一个方法，把这个皱纹给它抚平。所以你太棒就用力，了。对，你就被教用力的，授发现，女性朋友都说、哦、不行不行，不要太用力，OK，用力闭，用对，力闭，用力闭，用力闭，然后我等一下会教大家在按摩把它抚平然后这样子用嗯力闭，数到10，你可以做3次那这样子闭就是我们不要用手去揉，最怕用手去揉，这样眼球会嗯，受伤，所以你大概是，用力闭大概10秒钟，然后大概3次到5次，这样子就可以了。就是第二嗯个动作，也就是用我们的眼皮，刚刚是热敷，现在是用我们的眼皮来按摩眼球的部分。因为我们用手揉的话，很容易把眼球揉受伤了。好，所以这是第二个部分，叫做闭眼睛，用力的闭眼睛。好，这是第二个嗯部分。那第三个呢，就是要做这个叫做眼球的运动。眼球的运动呢，我们要往上看，数到5秒，1、2、3、4、5。那我现在因为我张开眼睛做给大家看，可是你在家里面做的时候，你其实可以闭着眼睛做，因为嗯闭着眼睛做的时候，我们还有里面的眼泪液可以润滑它，你会比较舒服一点。所以你可以往上用力看，把它肌肉呢直接一直往上拉，数到5秒，然后右边数到5秒。然后再来左边数到5秒，然后再来往下看，数到5秒，你要用力的拉它，然后再来左旋左上右下，这样子叫左旋，左旋5次，然后再来右旋，右上左下，这样子右旋5次，这样子就是做大概5个循环。你记得都是5个，这样你会比较好记。做5个循环，然后刚刚我们上面5秒，右上右左下5秒，顺序没有关系，你上下左右也没有关系。这就是眼球的运动眼球运动为什么在午睡前跟这个睡觉前做比较好？因为当我们在做眼球运动的时候，它在模拟一个叫快速动眼。我们睡觉的时候，当你要进入深层睡眠或进入睡眠的时候，它有一个叫快速动眼期。
所以你在睡前做这个眼球的运动的时候，还有帮助安眠的作用。所以大家今天晚上就可以试试看。所以你要做一个眼球的运动。好，那做眼球的运动可以做3个循环到5个循环。你记得这个眼球运动，这是第3招。我们第1招就是热敷，第2招眨眼睛，第3招眼球运动。那第4招呢，就是要聚焦运动。聚焦就是你要拿一支笔或是一支这个叫指挥棒，可以长一点点。手指可以吗？对，可以，但是手指不够长，我希望拿长一点点。因为我们要让6条眼睛呢，在调节远跟近。因为我们刚刚讲有一个伤害眼睛，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固定的距离去伤害它，所以我们要让眼球6条眼睛好像在举哑铃一样，从远，然后到远，然后到近，慢慢拉到这个地方，好像斗鸡眼的感觉。这样子慢慢的做10次。做10次，这样子，这样叫聚焦运动。那你如果没有时间，你就做一个前后就可以了。你如果在白天有时间，你可以做米字形，也就是说，你可以从右边这样看过去，然后右上，然后上方，所以这样子8个方向叫做米字形的一个方向。也就是说，聚焦运动，你如果没有时间，你就做前后这样子就好了。我每次在坐高铁的时候呢，都在做，所以旁边的人会以为我是傻子，怎么在做这些动作？下次如果高铁有人看我在做这些动作，不要以为我是傻子，其实我是在训练我的眼睛。但是我可以请教一下教授，刚刚您说米字形，我们是闭上眼睛还是要张开眼睛？我们知道转圈可以。所以是张开眼睛，然后手要跟着。我们在聚焦运动一定要张开眼睛，因为张开眼睛的话，一定要张开眼睛。对，一定要张开眼睛，这样这6条肌肉才会做一些协调的拉扯的运动，所以要张开眼睛做。所以像这个前后你也要张开眼睛做。所以就说我们开始热敷之后呢，然后再就是闭眼睛。闭眼睛之后呢，在眼皮的转动，这个时候可以把眼睛闭上，然后呢，就是做前后的这个调整的时候呢，眼球这个时候要把眼睛张开了，然后米字形的也是要张开眼睛。对，这个要张开眼睛。这个其实张开这个聚焦运动很重要，因为最近中山医院的主任呢还问我，就是说动眼神经受伤的时候怎么治疗。其实我都教他们治疗以后，还要教他们叫病人做一个叫聚焦运动。那一样，我们台北市的一个中医师公会的一个理事长呢，那天也打电话给我，问我说，这个动眼神经受伤怎么样用针灸来治疗？那我每次教他们治疗完以后呢，还是要教病人做一个叫聚焦运动。所以这是第4招的一个聚焦运动。那我们做了这么多眼球的运动呢，还有聚焦运动以后，其实最后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刚刚做那么运动，可能皱纹就已经慢慢都跑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按摩的方式，然后这个上下左右都要做按摩，把这个4个手指放在上面的眼眶骨这个地方，大概在眉毛眼眶骨边缘的地方，然后做这样子，可以数到这个100下，其实很快不用很用力哦，它跟你没有仇，所以你不要那么用力，不要按到眼泪都跑出来了，轻轻的按，然后速度很快，100下，其实非常的快。然后再来放4个手指在这个下眼眶的地方，记得眼眶骨的边缘的地方，这样子顺时针不是顺时针，顺手就好了，做旋转的动作100下。还可以把你下面的这个眼袋呢，把它按平掉，还要把皱纹呢把它按平掉。这样子就是下眼睑的眼眶骨这个地方，这样揉100下。然后呢，再放3个手指，在我们的眉毛外面跟这个眼眶的外面有一个凹窝，我们这个叫丝竹空瞳脂疗的地方，放3个手指，一样，这样子揉100下。这样子揉100下，其实这边已经覆盖了很多的穴位了。然后再来最后一个就是里面因为不好揉，所以我们用滑动的方式，从这个地方眉毛头呢，
滑动下来，滑动到这个眼眶骨，然后再滑动上去，然后再滑动下来，然后再滑动上去，那这个地方呢，所以这个叫做上下外跟内，然后做这个按摩动作，然后这个按摩就是收工，所以顺序其实很重要。从第一个热敷眼眶，千万不要到眼球。那第二个用力眨眼的动作，数到10秒3次或是5次都没关系。然后第三个做眼球的运动，上下内外5秒，左旋5圈，右旋5圈，然后再来聚焦运动，第4个聚焦运动，由前到远，近到远，再从远再拉到近，慢慢拉到类似像斗鸡眼的感觉，拉到近。所以这个叫聚焦运动。那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做米字形的这个聚焦运动，米字形的聚焦运动。那再来最后一招就是按摩，按摩呢，然后这样子上100下，做顺手就可以了，100下，然后下面的眼眶骨这样100下，然后外面的眼眶骨这边100下，然后这边这样滑动50下。这样滑动50下，这样子就完成了我们眼睛的保养的一个动作。那记得是在午睡前，还有晚上睡觉前，这是最好的一个按摩的一个时间点。是，谢谢吴教授传授的5招。那我想吴教授5招的护眼操，大家应该学起来了。其实大家真的平常就是要最好就是持续的去做，持续的做，这样你就可以看到效果。不要说做1、2次之后觉得不行了，然后就放弃，就是要坚持。因为我记得有时候就是也听到一些观众的反馈，他真的是坚持做，对他的健康是有起到很好的帮助。那么讲到保护眼睛啊，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护眼的方法。因为最近很多人跟我反馈说他也是有使用我推荐的这个眼贴之后他的眼睛真的得到一些很好的照顾啊。包括有一个阿姨，她说她最近眼睛很干很涩，后来她贴了这个眼贴之后呢，就是这个干涩的情况也就缓解了。那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因为这个是就是比较懒人招啦。我自己平常有时候用眼过度，除了护眼操之外呢，我也会贴这个眼贴。那你就是像这个是我用的，然后贴在眼睛周围呢，就好像代替我们的双手帮助我按摩，但是呢，它就是持续的可以帮我们眼睛的，就是湿润啊，然后也会让我们的眼内就是会比较容易就是滋润我们的眼睛，所以我也是推荐给大家，它是100%草本精华的成分，然后对于200度以下的假性近视啊、干眼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那大家就或者是我们比如说用眼疲劳啊，也是很方便的，随时随地就可以爱护我们的双眼。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可以点击影片底下的说明区，可以了解更多。好，那我们再继续跟吴教授讨论啊，同时还要提醒大家，因为今天吴教授教大家的这个护眼操啊、护眼啊，如果对护眼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等一下我们会请教授留一点点的时间来帮助大家解答这个问题，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到干净 Word， 请大家那边留言，稍后一下。那刚才我想请教一下教授，因为这套眼睛回春操、护眼操，除了说帮助恢复老花，就是应该是说缓解老花的情况啊，干眼症或者是眼压偏高、飞蚊症，甚至其他的眼睛的情况，可以适合，还是说我们还要再加按其他的地方呢？好，这个问题很好，因为其实门诊刚好这些病人都非常的多。那我们讲，如果是飞蚊症的话，其实我们电视台里面有很多主持人或是这个制作人都有很多飞蚊症的问题。其实我每次上节目都还要带针去，顺便帮他们治疗一下。那其实我们飞蚊症，我在治疗的时候就用这个丝竹空跟铜治疗，所以飞蚊症就是在我们眼眶骨从这个眉毛外面的凹窝到眼睛外面的凹窝，你就用3个手指，我们刚刚讲的这个3个手指的按摩，这个就是专门在治疗飞蚊症的这个按摩，就是外面的这个按摩。那如果是干眼症的话，或是眼泪分泌不出来的话，也是一样。这个为什么？因为泪腺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泪腺分泌在这个地方，泪囊分布在这个地方。所以如果干眼症的话，就是2个部分，一个就是放在眼眶骨外面这个按摩的地方100下，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你已经生病了，所以你已经至少要早中晚都要100下，这样子100下。然后呢，里面的这边滑动的话，这样子50下，早中晚都要做50下，这是干眼症的。那如果是青光眼的话，那一样，我们针灸也是针这个跟这个外面的穴位。那还有一个记得要泡脚，所以一定要泡脚，泡在那个热水里面。那一样泡脚的话，就是用40度到42度，然后大概泡15分钟。然后你一边泡脚的时候，一边做这个50下。还有这边100下，那这个是青光眼的。那如果是近视跟远视或是老花的话，就是要做这个聚焦运动，做这个聚焦运动，大概是这一些我们比较常见的是这一些方法。是，所以说飞蚊症啊、干眼症啊等等的方法都可以用吴教授的5招哦，外加刚才提到的有几个是专门针对说干眼症、飞蚊症的都可以使用。那另外我接下来就要提醒大家了，就是有关于今天的话题，想要请教一下教授的，麻烦在干净窝那边留言，然后我们请大家就现在转到干净窝，我们专门请教授为大家解答问题。好，那请大家可以转过去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请教一下教授，因为眼睛其实需要好油跟好水嘛。那除了喝水之外，还建议吃什么，或者是喝什么更好，对我们眼睛更有帮助呢？我研发了一个叫做养血明目茶饮，就是说，我们中医里面有一句话叫做目受血而能视。就是我们眼睛接受到血液的滋养呢，它才能看得到东西。所以我们很多年纪大的人，他看一下子眼睛就花了。可是透过我们补气补血的方式，他眼睛慢慢就明亮起来。所以第一个我用黄芪呢，黄芪大概15克，这是补气的。然后用当归15克，红枣6颗，因为当归跟红枣是补血的。然后再来，我们用一些修复眼睛的比较好用的，一个叫做枸杞，一个叫决明子，一个叫菊花。那枸杞大概是15克，决明子5克，那菊花5克。然后把这些合起来呢，用2000cc 的水把它煮开，煮沸5分钟以后呢，把它熄火，等到温了以后，当1天的开水喝。那如果说，你真的非常非常觉得这个不错喝的话，甚至我们还可以蒸个2个蛋，甚至把它放到这个茶饮里面去，或是另外放在外面干吃，这样子也可以。所以用一个养血明目茶，一个补气补血，再来滋润眼睛，然后再来用一个蛋呢来补充一个营养跟蛋白质，这样对你的眼睛的保养其实效果是非常好的。哇，养血明目茶这个听起来就是很厉害，大家不妨把它学起来，每天就当做水啊来喝，然后同时不要忘记加2颗蛋。那另外呢，假设说教授，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年纪轻轻出现老花，包括视力退化等等的，那么在中医的治疗上面有什么样的优势呢？其实我们中医呢，除了有用。像我自己在门诊里面，大概除了用这个中药以外呢，我们会用针灸的方式或是我们会教他一些像我刚刚讲的这些眼睛的一些护眼操，或是在家里喝一些茶饮。好，教授，我们现在网上有很多人在问问题，我们不妨就先开放几个问题来问一下教授好了，因为眼睛真的是很重要。好 ，OK。现在有一位叫做他后面号码是797，我就叫你797。他说我现在晚上看东西特别模糊啊，灯不够亮就觉得很吃力。请问教授，这是老花的症状吗？应该还不至于。其实我们如果发现你看到晚上就很累的话，那就是过度疲劳。其实我自己呢，大概连续看了8小时到10个小时，也会有一层薄雾的一个感觉。其实他已经提醒你要休息了。你就赶快休息，然后做我们的护眼操，喝一点这个保护眼睛的这个茶饮，它其实2-3天就会恢复了。那你如果以后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赶快要让眼睛休息，不然眼睛就会受伤。
好，那你赶快做我们的护眼操，才能跟我的眼睛一样明亮动人、美丽又大方。虽然眼睛蛮小的。我觉得吴教授的眼睛很明亮，而且没有近视、没有老花这件事情已经线上很多人了。教授，好，那接下来就是还是要休息一下。那我们还是继续请教教授哦，就是这位叫做时尚局的小厨娘，她说我常常会觉得眼睛干干涩涩的，有时候还会刺痛。请问教授，这是干眼症吗？还是什么样的问题？对对对，这个比较算是已经泪液来不及分泌来滋润你的眼睛了。那其实我们在干眼症的前兆就是它这一些症状，它干，然后涩，甚至会感觉针在扎的那种感觉，其实一定要注意干眼了。那我们刚刚讲的，你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多吃一些保护眼睛的。刚刚我们那个茶饮之外，那个是从体内来补充的，补气补血，跟来照顾眼睛，然后再来要加强外面跟里面这个按摩。所以如果干眼症的话，这两个，因为我们在门诊只要帮病人针这两个地方呢，病人大概99%都会说，针完以后眼睛整个亮起来了，感觉。所以对对对，大家一定要记得，你喝那个那个养眼睛的茶以外呢，再来就是要按摩这两个地方哦，这样子去预防干眼症。还有一定要休息，记得手机10分钟休息3到5分钟，然后电脑呢30分钟休息5到10分钟。是，所以还是就是，我觉得护眼除了就是我们吃对喝对，还有就是你要真的好好爱护眼睛，不要用太久吼。好，那另外有个问题就是说，这里提到说我的眼角会很痒，应该怎么办？眼角很痒跟我们今天的题目好像有点不太，但还是快速回答一下哦。眼角很痒是什么？大部分都是过敏的病人。如果说你常常眼角会痒的话，我倒觉得你就这里会痒这样子。过敏的。然后如果说是如果痒又刺又痛的话，其实已经感染了，还是要看眼科医师。是，所以就是还是要去看医生。如果你真的觉得刺痛的话，还是要去看医生吼。好，那另外有个提到就是雅士，他就说刚才听医生说的枸杞要咬碎才有效。那如果去买那种枸杞汁磨好的枸杞粉，就跟咬碎的枸杞是一样的吗？对，所以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台湾、大陆都很多在卖那个枸杞汁，所以也有业务员到我的诊所来推销，所以我就会问他们，拒绝吗？直接的问他，不会，我不会拒绝，我会问他们说，你这个枸杞的籽，然后有没有在打果汁机里面有那种破壁的技术？因为很多人在打果汁的时候没有破壁的技术，他是没有办法把那个果汁那个籽，那个枸杞的籽打碎的。然后结果呢，最近就有一个业务员他来推荐我的时候，他有跟我讲，他们公司有做这个破壁的一个打果汁的一个那这个就会有效。如果说你去买这个枸杞粉或是枸杞汁，然后他没有做这个打果汁的时候没有破壁的这个技术的话，那你其实可以不用买了，因为效果不好。所以吃枸杞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把那个枸杞籽咬碎，那个叶黄素、玉米黄素才会在枸杞里面，然后才会有效。像我之前年轻的时候牙齿比较好，所以那现在要保护牙齿，所以我会稍微浸泡一下。但是在吃的时候，你还是记得要把那个籽咬碎。所以一定要记得把枸杞的籽咬碎了，或者是说用破壁机去打，这样子我想才会增加它的效能。我想今天呢，就是有很多眼睛的问题，但是我们就是只挑干净沃的观众来回答问题。那主要就是希望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就是有什么样的眼睛的情况，有眼睛的。如果你觉得好像是眼睛有一点干，我觉得大家都会有可能眼睛干的时候，或眼睛看久了眼睛会痛，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好我们的双眼哦。那今天吴教授传授的一些很好的方法，包括护眼操啊，包括你怎么饮食啊，怎么吃，教授最后再帮我们做个简单的总结好吗？护眼到底怎么做？我再提示一下，我的杯锅里面其实有准备2个很重要的东西。哪2个？对，一个这个就是室内我们在戴的抗蓝光眼镜，是你要买帅一点的帅一点的，已经很帅了，很开心。是。第二个你一定要外面的时候一定要戴一个这个抗紫外线的像那个不一样，对不对？这个
捍卫战士的这个太阳眼镜，看起来才会够帅，所以你要买漂亮一点的，因为你自己看的也开心，这样保护效果感觉也会比较好一点。你记得一个就是抗蓝光眼镜，然后一个就是这个太阳眼镜，就是抗紫外线 UV 眼镜。所以其实我自己一直在研究如何保护眼睛啊。那我们在看电脑、看手机，还有在看电视的时候，你记得一定要比我们的视野稍微低一点点，你不要由上往上。你由下往上看的时候，第一个眼睛错误的使用，第二个颈椎错误的使用，所以不仅会有眼睛的毛病，还会有这个脖子的毛病，最重要的还会产生这个额头的皱纹。所以其实一定要有正确的知识，记得一定是这个我们的视野、我们的手机、眼镜、电脑都要比我们的视野稍微低一点点，然后我们脖子呢收下巴，然后眼睛自然下垂，这样子才是最好的保护眼睛跟颈椎的一个方式。那补充这些，让大家希望能得到一些好处。是，当然可以得到很多好处，因为我们其实用眼已经早就忘记过去已经告诉我们的一些习惯，包括其实看电视也是希望就是比视线不是视线齐平，而是要往下一点点，然后也可以保护到我们的颈椎跟我们的眼睛。所以今天教授传授的很多方法，包括护眼操啊，包括护眼的饮食啊，护眼茶，希望大家回去好好的来遵照方法去使用。然后如果你有觉得你的眼睛真的是获得改善，麻烦留言告诉我们哦。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吴教授精彩的解说，谢谢吴教授，谢谢，拜拜，谢谢，拜拜。好，我想其实教授今天提到好几个重点，但是我稍微归类一下我的3个重点。第一个，老花其实35岁啊就开始，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发生。第二个，如果你长时间滑手机、盯着电脑，就会让我们的眼睛加速老化，所以一定要记得哦，找时间要休息一下。第3个的护眼真的不能只有靠保健品，然后吃对的食物，然后这样平常啊，刚才护眼操啊，或者是护眼茶，真正吃对才可以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那最后呢，刚才医师分享的一些眼球动作啊、按摩啊，大家要有耐心跟毅力哦，才执行，每天花3分钟时间把我们的眼睛做好。就是我们对我们健康最好的投资。好，如果你身边有想关注眼睛健康的朋友们呢，请把这期节目也分享给他们。离线前不要忘了订阅频道，还有在干净世界上也不要忘记升级一个账号，这样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感谢你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